美军参联会主席马克·米莱周日声称，中国军队在过去5年里变得更具危险性。外界注意到，这已是米莱1周内第2次对中国军队进行无端指责。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称，美方有关官员应停止动辄拿中国说事，为自身提升军费、扩张军力寻找借口。周日到访印尼的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对随行记者称，5年间，中国飞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拦截的次数明显增加，不安全互动次数也以相似的比例增加。不过，他拒绝提供所谓不安全互动的具体次数。就在1周前，3名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米莱已下令对过去5年里中美两军之间的互动进行全面审查，尤其是所谓不安全或不专业的互动。对于美军高官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中方已多次严正驳斥。针对米莱的最新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回应指，美方有关表态完全颠倒黑白，有关官员应该做的是停止动辄拿中国说事，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战联合思维，言必称中国挑战，他们无非是要为自己扩充军力寻找借口而已。到底是谁频频地派遣军舰、军机到本国以外地区耀武扬威？到底是谁在挑战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到底是谁更具侵略性？事实一目了然。实际上，美军高层的说法纯属强盗逻辑。美军及其盟友以所谓不安全互动的受害者自居，但对一个基本事实绝口不提，那就是这些不安全互动都发生在中国家门口。仅在7月，美海军本福德号驱逐舰1周内就在中国周边敏感海域持续3次挑衅，蓄意制造海空紧张。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寻找什么借口，派遣军机舰艇到别人家门口招摇挑衅，危害他国国家安全，都毫无道理可言。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都不会对这种行径坐视不管，中国军队当然也不例外。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强调过2点：第一，来一次反制一次；第二，不请自来者后果自负。美国军方呢反复渲染中国威胁论，主要是出于2个原因，一个是呢是出于军方自己的这个部门利益的考虑，也是希望在这个打造舆论来证明中国在军事上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近段时间为推行印太战略，包括副总统、国务卿、防长在内的美国高官扎堆出访南亚和东南亚，以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竞争，打造更加庞大的对华包围网。米莱此次是2008年麦克马伦以来美军参联会主席首次到访印尼。在与印尼国民军总司令会面时，米莱表示，印尼对该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他还宣称，美军希望与印尼展开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挑战。接下来，米莱还将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印太安全领导人会议。据美联社报道，会议的重要议题将是中国不断升级的军力增长，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与和平的太平洋地区的必要性。通过进行安全合作，提供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拉这些国家进行这个联合军演，促使他们和美国站到一起。再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也会采取一些单边行动，比如南海海域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拉他的这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北约国家、日本、韩国，打舆论战。而在南太方向，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和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计划8月6号至8号率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所方高级官员会面。据悉，舍曼和卡罗琳·肯尼迪2人的父亲都曾于2战期间在所罗门群岛作战。访问团除了强调美所之间的历史联系，还将讨论美国在所首都霍尼亚拉开设大使馆的事宜。路透社周一报道称，美国现在正与其战略对手中国进行影响力方面的现代战争。近期，美澳等国屡屡针对中所安全协议横加指责，并派遣政府官员访问所罗门群岛游说，这一系列举动也引发所方的反感。
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4月29号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是因为与澳大利亚签署的安全协议存在不足。所罗门群岛知道战争的代价，因此不会接受太平洋地区军事化。索加瓦雷还批评澳大利亚2021年在未与太平洋岛国协商的情况下，就与美英结成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并展开核潜艇合作。所罗门群岛是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缔约国，坚定支持地区无核化。应该说，这个美国在南太地区的这个战略价值呢，可以说是他臆想出来的。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主要进行的是经济合作，而并不是出于这个其他的目的。